接下來我們看到北京變臉普丁嗎？因為他拒簽了這個西伯利亞力量2號管線的這個合約哦，到底怎麼回事？現在還有一個說法，北京已經提前在布局俄羅斯的接班人，真的是這樣嗎？昔日的戰略夥伴出現裂痕嗎？打上一個問號。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軍事上，中俄的合作還是非常強的，包括了中国出動它的039B，俄羅斯的部分則是它的洛基級潛艦聯手出海。中俄到底是分手還是另類結盟？今天我們一起來做深度的剖析。中俄關係我們剛剛說了嘛，現在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比較微妙的一個變化呢？原本被視為是普丁他很重要的一個外交成果的西伯利亞2號天然管線，現在出現了停滯。好，細節到底是什麼？我們看一下《華爾街日報》怎麼報道的。他說呢，俄羅斯總統呢，他在5月份的時候，也就是訪中前呢，曾經派高層還有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去，當時要談的事情就是有關於西伯利亞2號天然氣管線的簽約了。結果呢，這些代表團在中國談的過程當中，發現，中國這次的態度比較奇怪，為什麼態度看起來不太積極，拒絕跟俄羅斯簽約？俄羅斯所定出來的價格跟採購的條件呢？是俄羅斯定的這個價格採購條件不夠好嗎？那中國後來也要求俄羅斯說，你必須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甚至是接近國內售價供氣，否則呢，中國大陸是不願意跟俄羅斯來繼續簽約的。好，這一場的談判就被視為說，這個過去20年來的這個能源計劃，本來是可以避開西方轉向中國大陸的一個能源計劃，現在怎麼連跟中國的方向都陷入卡關了呢？就是因為價格談不攏的關係而已嗎？那俄羅斯的天然氣巨頭高層也非常的緊張，他說公司啊現在正在經歷緩慢，但是偶爾會爆發的死亡哦。俄羅斯的能源的收入正在快速的下降當中，對中國的依賴也是同樣越來越深了。這個是在經濟面，我們現在做一個解讀。在政治面，我們也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北京的內部已經開始評估所謂後普丁時代的俄羅斯了。什麼意思呢？我們看到北京到底具體做了些什麼事情？他現在跟俄羅斯不同的政治領域、商業領域的單位呢，開始有做接觸了，似乎是要在做提前布局，也就是確保未來不論是普丁或者是其他人掌權，中國大陸都能夠持續在俄羅斯這邊維持一定的影響力。那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在俄烏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哦。在俄羅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後，他開始對北京強化他的大幅合作。外界質疑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本來以前是這種戰略夥伴比較平等的關係，現在是不是看起來比較是中國大陸來主導的一個非對稱關係呢？所以中國才會開始布局所謂的這個後普丁時代嘛？到底怎麼回事？好，我們先來關心這個西伯利亞管線2號，中國大陸拒絕與俄羅斯簽約，在經濟結構上面出現了什麼轉變嗎？賴老師怎麼解讀？哪有轉變？這個《華爾街日報》在見縫插針，在挑撥離間，根本不是這樣啊！商業的事還是要就商業，地緣政治的事還是要就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這道理很簡單。我們先看一下啊，因為普丁他在這一次的西伯利亞2號線是大手筆啊。為什麼說是大手筆？因為它原本有北溪2號線，那是俄羅斯往歐洲的天然氣管線，後來被烏克蘭、美國情報單位炸了，這是不爭的事實。炸了以後，北溪的2號線是俄國出資一半，歐盟的相關國家5個國家以德國為首出資一半，組成北溪2號線公司。而這個聯合公司的總部設在瑞士，但是被烏克蘭炸掉了。它的運送量多少？每一年至少500億立方米，這麼多。那現在俄羅斯歐洲不賣了，他想轉賣到中國來。賣到中國來，跟中國在多次的談判中，中國大陸不太願意走最近的那一條路，因為普丁他想走最近的那條路，那條路就叫穿越蒙古國。可是對於北京來說的話，他希望走的是東線，也就是穿越東北進入中國，要不走南線經哈薩克進入中國，就是不想走蒙古國這個部分。為什麼？因為蒙古國比較像烏克蘭。如果說今天經過蒙古國，那如果哪一天蒙古像烏克蘭一樣，因為當時俄羅斯也是經由烏克蘭的天然線管道進入了歐盟的南方，就是南歐這個部分。
後來烏克蘭有時候就把它關掉了。對，關掉以後就造成南歐盟他們缺天然氣了。那經過烏克蘭要收過橋費嘛，啊，所以經過蒙古國要收過橋費，所以蒙古國很積極，啊，他現在一聽到中國大陸對這個管線興趣不大的時候，他着急了，他開始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來會談。可是你不要忘了，在這個之前，蒙古國幹了什麼事？蒙古國他在2月的時候，他的外長到美國去訪問，跟盧比奧是仇中反中的大將。2月的時候，他跟盧比奧就談到第三鄰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那也就是說，對於蒙古國來講，他要一直維持除了中俄以外，他要尋找另外一個大國的這個靠山，所以他永遠要走這種搖擺的路線。永遠要走搖擺的路線，它大部分的時間是跟中國大陸比較不友善的。大部分的時間哦。好，那這是2月份發生的事，所以中國大陸對於蒙古國，它一直保持着警惕，在觀察。蒙古雖然也派外長要跟中國大陸斡旋，可是事實上是裝模作樣，因為6月份的時候，他的外長又到日本去了，而這個時候是中日關係最緊張的時候。他到日本去了以後，日本給他360億日元的低利貸款，然後他要跟日本簽戰略夥伴關係，簽稀土的關係，那你想這樣的一個國家對中國大陸來講，我不信任你啊，我不信任你，而這個投資是巨額的，要5、6年才能完成，投資是巨額的，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如果你不給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擔保，那你到時候我的能源被你這個蒙古國控制住，那對中國大陸不利啊。所以中國大陸當然希望能夠分散各種能源的管道，從東北來，從哈薩克來，從LNG 船。中國大陸現在 LNG 船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做的最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下降很多。那你想，對大陸來講，這次已經暗示俄羅斯了，不要提了，就先擱置嘛，因為要看蒙古國的態度。所以我個人覺得，以蒙古是把自己害了，他以為他聰明，笨得要死。好，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這一次的動作，針對西伯利亞2號的動作，是不是要分散在這個經濟上面的風險、能源上面的風險？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又怎麼解讀呢？因為現在有說所謂的後普丁時代，他們已經開始布局了，怎麼回事？楊老師，其實西伯利亞力量2號要經過蒙古國，俄羅斯希望說，透過這個管線把蒙古綁住，綁在中俄之間，其實蒙古如果真的管線經過的話，它沒有什麼太大的決定權哦。說我今天開，我明天關這樣子哦。那事實上，它南北都是2個超級核武大國。對。那你哪有什麼時間讓你這個開關的？我搞不好這個管線我都駐軍了，對不對？你美日又怎麼樣？所以蒙古一開就知道，這個管線要真的形成哦，有很大的這個困難。所以他倒不如把這個東西啊，去跟美國跟日本去要價，討到了一些貸款，討到了一些這個說法，那但是美國跟日本也了解，在這中俄之間的蒙古國，其實你鬧不到哪裡去，你最多派更多的這個 sumo player 到日本去，那很多 sumo player 是從蒙古來的，這樣子，但是也的的確確一開始的時候，這個報價一直在談，那整個俄羅斯這邊的評估大概每千立方米是125美元，大概平衡點。那中國大陸剛開始的報價比這個還低，那當然這個是商業談判嘛。對。那現在看起來他們是可能在120到150之間，不確定。如果真的要做，但到底是怎麼做？其實我倒不是很擔心說這個經過蒙古國，我剛剛講了，經過其實把你綁住了。你蒙古國還有什麼？你人口加起來不如我這個一個省的這個多了，所以其實他們倒不是很擔心，但是反而是去這更進一步的這個連結，那改變了整個東北亞。大家以前講東北亞的時候，都忘記了蒙古的存在，有的時候也很忘記這個朝鮮的存在。但事實上，現在這個地緣政治把大家都給包含進來。那至於說所謂的這個中俄關係是不是第一個有所謂後普丁時代的布局？我跟你講，這個就華爾街日報他的這個說法，你知道？是。那也許會有一些風險評估，但兩國關係絕對沒有質變。
哦，那第二個有沒有說，因此我們可能出現了中俄呈現一種非對稱的關係？哦，中國大陸形成非對稱優勢的關係。我經濟上是呈現了一些，就是說，應該是說這個非對稱，但政治上絕對平等。那經濟上是事實的經貿關係，而且你知道，如果你講非对稱的話，早期更嚴重了。現在雙方的貿易額在去年來到了2500億美元，那之前呢，甚至還低於1000億，那也就是說，過去在能源採購，在中國大陸商品前往俄羅斯的這個部分，其實都很低的，你看在短短的3、4年之間，它就來到了2500億，而且他們說今年可能會超過更多，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覺得其實雙邊的經濟相互的互補依賴，其實是越深刻的，那你當然說中國大陸賣的比較多，出超比較多，那你說我們台灣跟這個兩岸之間或者台美之間不也是一樣嗎？但是呢，政治上他們卻是一直維持相對的平等的。好，我們剛剛看到是這個中俄在經濟跟政治上面的合作，那在軍事上的合作，我們等一下請酈將軍也幫我們看一下，因為最新呢這一場是中俄的聯合海上2026軍演哦，持續的進行軍事的合作，而且現在看到他們都出動了不同的潛艦。中國大陸的部分，我們先來看到圖片哦，039B 型的原級 AIP 潛艦，俄羅斯派出的這個是改良型的洛基級潛艦，那雙方在這邊演練，包括科目像是反潛作戰、海上目標打擊、潛艦救援、聯合作戰指揮協調等等。接下來演習結束之後，會一起走向太平洋海域進行聯合的巡邏，顯示雙方軍事合作從單次的演習走向了一個比較常態化的部署。戰力的部分會如何影響到接下來，並且衝擊到美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威脅，在這個海下的一個水下的一個打擊網？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看俄羅斯這個國家哈，它橫跨歐亞兩洲哈。那現在來講的話，他在歐洲那邊這個俄烏戰爭打得正酣哈，而且這個戰爭拖了4年，對他來講的話，事實上也是陷於一種陷於戰爭的泥淖當中。如果這時候他在東邊這邊，那如果說有任何軍事的這種威脅來講的話，他國家將陷於整體的一個大不利的情形，他必須要面臨兩面作戰。所以他一定要跟東邊的這個中國來講，一定要搞好關係。由於在軍事上面來講的話，一定雙方要建立彼此互信的同盟，這是第一個原因哈。第二個原因，當然我們知道中俄還有朝這3個國家有個共同最大的威脅的敵人就是日本。那這個日本這個國家，高市早苗上台以後，積極的要恢復他的軍國主義，然後要發展他的這種就是要廢掉他的無核三原則，以及修改他的國安3法哈。這個在這種狀況下，那當然中俄兩國勢必要聯手，但是很特殊的，中俄兩國在軍事上的聯手的演習哈，之前是空軍的，我們都知道中俄聯合的空中戰備警巡，對，然後最後是海上的，海上中俄聯合海上的軍演，然後前2天是海上聯合警巡，但是這次很特殊的是海下開始聯合警巡了，是這2艘潛艦代表的是水底的戰力已經開始了。當然，這次中國跟俄羅斯互相用的還不是這種核動力的攻擊潛艦，還都是傳統動力。中國的039是傳統動力哦，但是 AIP 崛起推進，它就是可以不依靠空氣哈，它就可以推進，那可以長期潛伏在海裡面。那俄羅斯的基洛級也是一個性能非常優秀的這種傳統動力的一個潛艦。那為什麼這2個國家開始搞潛艦呢？其實這跟美國就要扯上關係了，因為美國哈。知道說是在第一島鏈這邊，可能水面戰艦不是中國的對手，所以包括到帕帕羅哈，包括到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這個美國的只要跟中國如果在開戰一開始的時候，不到這個半個鐘頭，他的水面戰艦哈可能就會被中國的這種導彈打得差不多了。在這種狀況下，這個美國跟這個當然就要想說靠它水底的優勢哈，來跟這個中國來做水底的對抗。那當然，中國也水底跟我對抗來講，反潛作戰最好的武器就是潛艦。所以你既然要用水底下來對付我，我當然用水底下對付過去，這是這個互相相對的。所以中俄這一次，我覺得潛艦的聯合戰備警巡，潛艦的聯合的軍演，我覺得是對美國的這種要準備用潛艦突破第一島鏈來威脅中國在海底的戰力。這個一種反制的作為哈，所以這次來講，中俄很特殊的，
這是第一次潛艦的聯合軍演。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